乌俄最新战报，剿灭托列茨克俄军，加大了对前线俄军后勤的打击。俄军夺取乌克兰斯克，持续轰炸弗勒达小镇。拜登大手笔援乌，79亿美元单笔最大援助来了。普京更改核政策，并将用核武器反击。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地面作战即将开始，真主党挖地道自救。据乌总参谋部9月26日发布的每日战报显示，截至当日晚上10点，最激烈的战斗仍是顿涅茨克地区。北部的巴赫穆特前线是该战区目前相对稳定的区域。乌军第5独立旅、第56旅分别在巴赫穆特郊区和恰索夫亚尔顶住了俄军疯狂的攻势。其中56旅的报告显示，目前驻守乌军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卡利尼纳一侧和该村庄以南的森林。据悉，乌军每天都会派小股部队潜入市区废弃房屋中，等人数集结完毕后发起攻势。只不过每次的集结，乌军的无人机都会从高空发现他们，并将其摧毁。在托列茨克前线，乌军28旅和 SSB 部队合作，对进入托列茨克市郊区的俄军进行了清剿。报道称，这些俄军在被打出阵地后，绝大部分被逼入死胡同消灭，有一些俄军则见势不妙，选择投降，成了交换基金。红军村前线，据9月26日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在尼古拉耶夫东部、北部和东北部以及赫尼克北部与俄军交战。俄国防部消息称，俄军强行夺取了乌克兰斯克，正沿着库楚里涅北部的铁路线持续推进。在弗勒达前线，俄军的炮击仍在继续。在小镇东部，俄第29联合武装集团军使用 TOS-1 喷火坦克开路，至少闯入近200米，该方向已经沦为战场。俄军事博主称，乌军最后通往镇外的主路也面临着随时被切断的风险。不过，在稍远的卡捷林尼夫卡，驻守乌军则称，我们仍在该据点附近坚守阵地，数次打退了俄军的机械化攻势。此外，有尚未证实消息称，包括第72旅在内的乌军部队已经离开弗勒达，前往波约亚伦夫卡，而俄军则对这里发动了空袭。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加大了对乌东俄军弹药库补给线的打击，如在红军村方向，乌克兰国民禁卫军摧毁了一个大型俄军弹药库，现场随后燃起的烟柱都有10多米。乌军第14团也发射海马斯导弹，摧毁了至少10辆俄军补给卡车，具体战损有待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第128山地旅用侦察无人机成功定位了当地的一个俄军指挥中心，随后海马斯系统启动，朝该指挥部发射密集的导弹，将其摧毁。据 ISW 报道，该地大概率位于罗伯基涅西北的新安德里伊夫卡。此外，据乌克兰塔夫里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上校9月26日表示，俄军正在普里尤特涅附近集结突击群，并从南部军区新接收了25辆轻型车辆和越野车。因此，沃格申认为，乌俄双方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州边境地区的战斗可能会升级，俄军即将发动新一轮袭击。从9月26日乌克兰联合空军司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装甲车、火炮、加油车、人员损失创新高，这种损失将使俄罗斯无法维系长期战争。拜登在离任前正向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9月26日，拜登在与泽连斯基会晤之际，宣布向乌克兰援助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过去2年多最大的单笔援助，其中55亿美元来自即将过期的总统裁军授权，24亿美元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的安全援助。援助包括额外的爱国者防空、无人机、空对地弹药，以及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基础的资金等。同时，美国25日确定提供的3.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也会正常提供。这笔援助包括集束弹药、HIMARS 炮弹、装甲车、反坦克武器，以及一批射程可达130公里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成为联合防区外武器，以加强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至此，总统裁军授权计划中剩余的58.5亿美元全部在9月30日过期前使用完毕。这些援助可以立即从库存中发送，或者短期内交付。而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的24亿美元援助，可能需要数月分批交付。这80多亿援助代表了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德国、法国也于9月25日、26日宣布了对乌克兰的几项及时和长期援助计划。其中，德国联邦医院于9月25日宣布向乌克兰增加4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德国发展部则宣布将在今年冬天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0万欧元的热能和能源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与泽连斯基会晤时表示，法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训练并全面装备乌克兰旅。上述援助对乌军帮助很大，但对俄罗斯来说却并不是好事。
为了不使前线填平倾斜，普京更改核政策，称或将使用核武器发起反击。据路透社报道，9月25日，普京召开安全会议，宣称正在改变俄罗斯的核政策。在新政策草案中，俄罗斯扩大了其核武器的使用范围，提议将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罗斯的侵略视为对俄的联合攻击。俄罗斯将进行核报复，侵略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战术飞机、导弹、无人机、对俄本土的大规模打击等。同时，普京还表示，当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成员遭到入侵时，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普京称，新政策所有的更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军事分析师伊戈尔·克罗琴科的话称，新政策是为了给俄罗斯上保险。他称，北约联合武装力量或某个北约国家经常使用常规武器侵略俄罗斯，也有可能招致核危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26日也声称，核政策的改变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警告，其相当于又是给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画上了一道关于核武器的红线。但显然，近来乌军对俄本土的打击让俄罗斯高层感到了害怕，这才有了修改核政策、阻止北约下场的想法。不过目前为止，俄美情报部表示，俄军核武器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动。至于接下来俄方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乌克兰又会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9月26日，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纽约访问，他重申了以色列的立场，即以色列将继续打击真主党，直到实现我们的所有目标。26日当天，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也在距离黎巴嫩边境数公里的地区进行模拟地面进攻演习，重点是在复杂的山地地形中作战。据悉，这是针对黎巴嫩地面行动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奇·哈勒维更是直接对北方边境的部队表示，以军正在积极准备对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且已经集结了至少3个旅，并暗示空中的战机声音就是在为越境打击真主党做部署。据悉，以色列空军趁夜色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约280个据点发动了猛烈袭击，大量真主党弹药库、基地设备被摧毁。更引起关注的是，行动中以色列在1小时就摧毁了真主党情报局所属的60个目标，几乎清除了其情报部门。更让真主党不安的是，美国除了给乌克兰单笔最大援助外，还与以色列就援助87亿美元达成一致。据以色列国防部9月26日称，美国对以色列87亿美元援助计划细节已达成一致，其中35亿美元将用于关键战时采购，52亿美元用于防空系统。眼看情况越来越糟，真主党学起了哈马斯，开始挖掘地道，规避打击。据路透社9月25日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同样的地道战术来维持行动，以实现灵活作战。据悉，目前在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地下隧道，且正在往网络形成，其被真主党视为对抗以色列的法宝。不过，这地道战术究竟有没有用，还真不好说。毕竟以色列具有打击哈马斯地道的丰富经验。当初以军在攻入加沙后，哈马斯的地道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威力。相反，在以军的持续攻击下，哈马斯经营了多年的地下隧道几乎已经全被清除，就连他们长期运输武器物资的拉法、埃及地道也都被发现炸毁。因此，火力军并不看好地道作战经验相对薄弱的真主党能有什么大作为。除挖掘地道外，真主党还有残存的火箭弹和导弹继续攻击以色列，以消耗以军力量。但和以前一样，来袭的真主党导弹大都被铁穹拦截。目前网络上暂无以色列遭受重大破坏的消息。同时，在以色列的持续打击下，真主党内部似乎也出现了更多不同声音。据 NEXTA 新闻报道，黎巴嫩真主党的前秘书长苏比公开发难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并严厉批评了真主党的一众领导层。他强调，真主党现任的领导作为失败者必须接受惩罚，甚至苏比还炮轰伊朗，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样是失败者。对此，哈梅内伊公开露面，表达了对纳斯鲁拉的支持，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不会让真主党退缩，只会让其更强大。他还表示，以军之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是因为其自觉无法在地面行动中战胜真主党，因此这场胜利是属于真主党的。伊朗方面能说出这话，自然引发了巨大争议，特别是军事领导层仅剩2-3人，期盼伊朗援助的真主党恐怕内心十分无语吧。截至目前，伊朗除了对以色列继续进行这样的心理战外，对真主党并没有实际的援助动作。据自由时报报道，荷兰皇家空军的 F-16机队于9月27日举行了告别飞行，他们从沃尔科尔起飞，向东逆时针飞过特伦特、卢瓦尔登以及新米利根空战管制中心等地，最后飞回沃尔科尔。
报道指出，荷兰是首批拥有 F-16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审计署的项目报告记载，该国从1975年起就已经联合挪威、丹麦、比利时，以多国 F-16战机计划的名义向美国进行采购，4国共采购348架，而其中荷兰采购102架。随后，在1980年代，荷兰继续追加采购同型机，到了1990年代，又对这些 F-16开展了中期性能提升计划。由于服役年限的逐渐拉长，这些 F-16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再加上荷兰空军正在持续接装 F-35，荷兰国防部最终决定将在今年10月让 F-16机队全数退役，以加速装备 F-35的步伐。此外，根据 Flight Global 网站报道，荷兰空军截止2023年底，尚有26架 F-16 例行机还在服役。由于受乌俄战争影响，这些 F-16退役之后，除了一部分会部署至罗马尼亚的 F-16训练中心外，剩余机队可能会移交给乌克兰。据战旗9月26日报道，由于 KC-10加油机日益老化，再加上其零部件供应和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机队已经无法正常执行加油任务。美国空军于9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的46号机库，由最后一个使用 KC-10的美国空军联队为其举行了退役仪式。需要注意的是，荷兰曾从美国采购过2架改装版的 KC-10，在2021年退役后，又将其出售给了美国的欧米茄空中加油公司。该公司属于私人公司，因此还存在一种可能 ，KC-10只是在美国空军中退役，但是在私人公司中仍然可以作为加油机进行相关作业。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称，海军曾计划斥资220亿美元采购80架 E-2D 预警机，但已投入使用的62架，在性能方面完全不达标。报告表示，这些预警机存在的缺陷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也就是说，从诺克公司向海军交付第1架开始，这些缺陷就已经存在，并且始终没有解决。截止到今年2月，12款预警机已发现141项操作方面的缺陷，如预警机降落到航母上时，机组人员座椅锁定不到位，快机跟踪屏幕上的图像模糊不清，严重影响了机组人员的工作效率等，导致其根本无法正常发挥性能。另外，报告还显示，E-2D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系统缺陷，主要是因为海军没有跟踪解决它在运行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才导致缺陷越积越多。而海军则是表示，E-2D 缺少一个中央系统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由于 E-2D 预警机的任务主要是为航母编队提供核导弹防御数据，对美国海军的战略部署十分重要。因此，美国海军打算制定一系列的整改计划，用来彻底解决这些缺陷，并表示将会在今年12月1日前完成所有整改，确保 E-2D 能够发挥出正常性能。据防务快报9月25日报道，乌军此前利用星链的低成本、高稳定性、高覆盖率等优势，多次使用无人武器对俄军造成重大打击。然而，在近期的乌俄战场上，乌军在被击毁的俄军沙赫德136无人机上也发现了星链装置，这也就意味着星链装置不再是乌军的通讯优势，俄军同样能够利用各种星链终端和技术实现同等通信。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此前并不允许部队使用星链技术，该国认为星链可能会破坏国家信息安全，然而如今却如此明目张胆，可见俄罗斯似乎是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态度，已经不在乎会不会有所谓的负面危害了。另外，关于俄罗斯使用星链技术等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取得了马斯克公司的默许，或已对其做出限制。美国陆军正在进行小型多用途装备运输无人载具的研发工作，目前与莱茵金属载具美国分公司 HDT 远征系统公司分别签署了相关的生产合约，总价值约2200万美元。主板的 SMT 无人载具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一款可无线遥控、最大负重453.6公斤的8轮电动运输载台。第二样车采用模块化设计，不仅降低了运作时的噪音，还拥有了翻倍的负载量，
按照合约内容，上述2家公司将分别向美国陆军提供8辆 DI 样车，以供进行各型数据评估。预计2027年财年选定得标厂商后，再签署2195辆通行车的正式量产合同。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后，英国向乌克兰援助了32辆 AI-90 自走炮。为填补这些装备产生的缺口，英国与瑞典进行了秘密谈判，并于去年3月决定采购14辆弓箭手自走炮。随后，自去年10月起，英国陆军便开始陆续接收弓箭手自走炮。弓箭手自走炮以 K30 D 型6x6角结实卡车为底盘，搭配155毫米榴弹炮，使用一般高爆炮弹射程约30公里，使用增程型炮弹射程可达40公里，使用类似于 M982神箭导引炮弹，射程可超过50公里，并且它还能够通过铁路和空运执行快速运输与投射，具备极高的作战弹性和机动性。近期，英国陆军第19皇家炮兵团在蝎子长弓演习中，首度对弓箭手自走炮进行了实地部署，以充分验证了其先进的机动性、快速射击能力以及精准的远程打击能力。待明年完成接装且正式成军后，将有效提升英国陆军战力。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海军正式宣布了33计划，将普雷布尔号部署至日本横须贺，替代本福尔德号继续执行太平洋地区计划。报道指出，普雷布尔号是美国现役7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中唯一一艘配备高能量激光武器的军舰。它的前甲板位置原本是用来安装方阵近迫系统，现在加装的是6万码的定向激光武器，还起名为 HLIOS。它具有储备容量大、单杀成本低、投送速度快以及射击精度极高的优点。据 Naval Today 报道，9月24日，意大利海军为一艘新近海巡逻舰举行了切割仪式。据悉，这艘巡逻舰是芬坎蒂尼集团为意大利海军建造的4艘新近海巡逻舰中的第1艘。去年7月31日，意大利国防部与地平线海军系统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9.25亿欧元的合同，订购了3艘新型近海巡逻舰。今年8月5日又订购了第4艘，合同总价值也提高到了11.61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地平线海军系统公司是芬坎蒂尼集团和莱昂纳多公司的合资公司。在上述的合同中，还包括有2艘近海巡逻舰的追加订购权，以及需要对奥古斯塔、卡利亚里和墨西拿海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些近海巡逻舰未来将驻扎在这些基地里，他们的建造工作将在芬坎蒂尼集团旗下的里瓦特里戈索造船厂和穆贾诺造船厂进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这些新型近海巡逻舰全长95米，宽14.2米，含水量2400吨，满编船员97人。在动力方面，采用了柴电混合推进，由2台8000千瓦的柴油发动机和2台500千瓦的电动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44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6480公里，海上自持力20天。在武器方面，配备有1门76毫米舰炮，2门30毫米遥控火炮。值得一提的是，新型近海巡逻舰还采用了集成式海军驾驶舱，只需2名操作员即可进行作战部署，而且舰尾设有直升机甲板，可容纳1架中型直升机，使其能够在各种战术场景和天气条件下执行多种任务。另外，意大利海军目前有4艘从1989年开始服役的先后级巡逻舰，4艘从2004年开始服役的指挥官级巡逻舰，2艘从2003年开始服役天狼星级巡逻舰。这些巡逻舰的舰龄都偏大，因此除了本次开始建造的新型近海巡逻舰外，意大利海军还将订购8艘欧洲模块化多用途巡逻护卫舰，以陆续取代这些老旧巡逻舰。9月25日，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利用导弹对特拉维夫地区发动袭击。真主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9月25日早上6点30分，向特拉维夫近郊的摩萨德指挥所发射的一枚卡德尔1导弹。真主党表示，这是对上次爆炸事件做出的回应。根据媒体表示，这是真主党首次使用卡德尔1远程弹道导弹发动的袭击。外界认为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的再次升级，距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伊朗指挥心理战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